啊？我要打官司，可是打这个官司我能输对吗？可是我已经不在乎了。我之前一直在犹豫，特别是那天那个律师说刘建明现在生活很窘迫，我在想，我现在生活的比他好，还反过来起诉他，是不是我做的太过了？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为了逃避责任，使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所以我要起诉他们。罗律师，你不用多想，你没做错什么。不，肖女士，这的的确确是我的责任。我看到你这么勇敢，我真的很为你高兴。但是当你勇敢起来的时候，我却把这么好的一个时机给错过了。我真的觉得自己无法原谅啊。肖女士，打官司是一件又劳心又费神的事情。这个案子现在这种情况，败诉的可能性非常大。别到时候咱们花费了时间和金钱，反而又会得到新的一次伤害，这图什么了？图的是我自己。一直到今天早上，我做的所有决定都是杨叔拖着我在做。我总是在害怕，在自责，觉得是我的错误导致了这一切。可现在我知道了，不是我，是他们，是他们在作恶，而且事过多年还毫无觉悟和悔改之心，觉得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在恶面前的怯懦和恐惧就是对恶的纵容，所以我要起诉他们。重要的不是获胜，重要的是我要在法庭上当着大家的面，把他们曾经对我做过的事情，以及对我在这样一些大家不以为然的小恶下所受到的伤害说出来。对我来说，这就够了。我回来了。你回来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啊？刚下班。走吧。上哪儿啊？去处长家呀。啊？咱不是说好的吗？我这处长这么支持我工作，然后咱去人家坐坐。我给忙忘了。啊，走吧。哎，要不你去换件衣服吧？这衣服怎么了？就是我觉得咱俩这好像有点不太搭。挺搭的呀，你这是职业装，我这个是职业装啊。就是因为太职业了。哎呀，来不及了，你老婆，你快换一个，换一个。不是，去处长家又不是参加宴会，不用换了，就这样吧。走，你不是着急吗？啊，不换了。嗯，快走吧。这个。嗯。您好。你们您是王老师吧？啊，我是侯处长的下属张全全啊，这是我的爱人秋华。您好，您好。我们专程来拜访一下侯处长。哎呀，不好意思啊，你们来的太不巧了，老侯去局里开会还没回来呢。啊，那全全，要不咱们改天再来拜访吧？哎，这都怪我没约好时间。要不咱们楼下等一会儿吧？哎，他跟我说他得挺晚才能回来呢，要不然改天再约。没事的，我们下楼等一会儿吧。哎，进屋吧，来吧。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在楼下等就行。没事儿，进屋来吧，我跟老侯联系一下，看什么情况。来吧，来吧，进来。哎，那麻烦您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来吧，来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儿，没事儿。哎，你坐吧，坐吧。啊，我们用换鞋吗？不用不用，小飞，快，妈妈要招待客人，你赶紧进屋跟你姐玩去。我不去，都还没才刚开始。听话，这客人正等着呢啊！快，乖乖乖，赶紧去啊！快去快去啊！不听话了是吧？等你爸回来告你爸。去！你告诉爸爸我也不怕，我就要看。哎，王老师，你让他看呗，反正我们也要等的嘛。
不好意思啊，每天这个时候是他看动画片的时间，所以呢成习惯了。你看，我们来的太突然了，把您正常的生活节奏都打乱了，真是不好意思。没事没事，快坐吧坐吧啊，我去给你泡点茶。哦，不用忙不用忙。你叫什么呀？喂，妈，我现在在忙呢，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嗯，能有多忙啊？你妈万一要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呢？前2天我爸判了10年，我妈最近老心里难受，老是找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是，你判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都不见你跟我说呢？嗨，说的越多越难过，熬一下就过去了。罗姐，你不也是这样吗？咱俩能一样吗？你才多大呀？一夜长大呗。上次开庭，我想回去，我妈不让，说等之后可以探视了，再跟我一起去看我爸。再说了，肖楠楠的案子咱们让老韩摆了一道，我总不能自己跑了，丢下一堆烂摊子给你俩吧？二夏叔，你记住了，不管是用钱还是用人，只要你用得上我，你就跟我说啊。谢谢罗姐。对了，秋华这2天在理账，说这个第2次催债这个款，郝磊还没有结清呢，是什么情况？他现在在拉票，为了当上董事长呢，在盘算着要买股权，工人工资都欠了一大堆。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让利，这钱不要了？怎么可能呢？我现在呢正帮他拉拢股东，为了就是他当上董事长之后，让他把全年的法律业务都给我，这样咱们律所口粮就有了。哎，夏叔，我也跟你说过，这钱呢攥在自己手里才是真的。这郝磊啊是不容易，但是你现在也很难，所以你先照顾好自己吧。啊，我明白。哎，姐，我这法条都翻烂了，这次老韩真是把我们的路给堵死了，都怪我粗心，怎么办呀？就继续再拓展思路呗，看看还有什么好招儿。你想想，我也想想。超级飞侠变身打怪兽！娟娟，咱们走啊，行吗？再等等，能不安逸。谢谢谢谢，谢谢来吃点水果。哎呀，坐坐坐，坐好了。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刚才我给侯处长打了个电话，没有接，估计是还没有散会呢。侯处长平常也特别忙。是，这事儿就是赶巧了。你这不也知道吗？单位里人事的变动特别的大，所以老侯啊特别的忙。是，肯定。老人，我再打一个，我再试试。太感谢您了，没事，太感谢您了，麻烦您了啊。没事。兄弟，我觉得咱们真的不能再打扰人家了，觉得有点过了。再等等，咱们不是白来了？你现在已经打扰人家正常生活了，多尴尬呀！你不觉得尴尬吗？嘘。夏叔，你快来看，
你看这最后一个发帖的，这个留言的信息，你看出来什么吗？你看他这日期和上一条日期。哦，我给秋华打个电话啊。选手们，那就这就逗住。预备。金小子，不好意思。英子，我在外面有点事儿，你怎么了？哎，你在哪儿呢？你能不能赶紧来办公室一趟啊？怎么了？他也参加吗？好吧。虽然说这本来该是……你赶紧来吧，赶紧来，等不了明天了啊！现在赶紧过来。行行行，那我晚一点过去啊。那就来看看最后赢的会是谁呢？那还用说，肯定是我金小真的，时间不早了，咱们走吧。预备，出发！你看，真是不好意思，这老侯怎么就不接电话呢？这万一有啥事儿都给耽误了。不会不会，处长肯定是有更重要的工作要聊，一时半会儿肯定也回不来。我们今天贸然来打扰您，真是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哎，瞧你说的，哪有啊？没有。那我们就先走吧。哎，行了，不好意思，那个，那后边我和我爱人再来拜访侯处长。行，你们俩到时候再来啊。好，好，您留步。没事。再见啊，你们哎，好嘞，行，打扰了，太可爱了，没关系，哎，再见啊，哎，别提了。哎呀，他说休假会关机，我还以为他开玩笑呢，没想到人家真关机了。这都多少天了，连个电话都不打。这小子自己发的菜，让我们给他擦屁股。喂，老韩。我这啊，王律师来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明山集团的老总孙明山先生。孙总，这是我们良城所的创始合伙人方律师。你好，孙总，方丽红。方律师，你好，久闻大名啊！这是我们公司2个法务，高律师、贾律师。欢迎啊！你好，里边请吧。方律师，贵所未经我方允许，从贵我两方共同开立的共管账户中私自转移款项560万，贵司上述行为性质恶劣，且款项金额巨大。现在我方严正要求贵所于5日内将该非法转移的所有款项全部转回至共管账户，否则我们将向贵所及相关人员提出控告。高律师是吧？您说的不对吧？我方是依据我们双方的合同约定提取了我们应得的款项，这有问题吗？韩律师，我们都是搞法律的，就不要回避问题的要害了。现在的要害是你方绕过共管账户的另一方，私自从共管账户里边提款，这是违反协议和法律规定的。具体的情况啊，我不是很了解，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是陈硕律师在办。那目前呢，他正在外面休假，而且他的手机也没有开，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吧，等他回到所里，我们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答复各位，怎么样？还有一件事哈，孙总。陈硕律师啊，他在出去之前曾向我表达过对贵公司的担忧。据他了解说呢，贵公司背着律师在和明海集团谈判。你们这种行为公然违背了我们双方的契约啊！这儿没你们的事儿了，出去等我吧。王律师，韩律师，我不想跟你们撕破脸。是，我是和明海正在谈判，我也没办法。钱怎么打走的，你们怎么给我打回来？律师费咱们好商量，咱们把咱们双方的事情办好了，以后
我们公司的任何法律事务全都委托给你们所，那不就完了吗？但是要不还钱，那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孙总啊，您这是在威胁我们呢。如果这样说的话，那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我们是搞法律的，我们只认法律。孙总，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拜访您，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这件事儿呢。你有为难之处，我理解。但是你们不履行协议，用完律师，反过来就坑律师，这名声要是传出去，对你们也不利，是吧？我觉得，咱们还应该是和为贵。您看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拜访您。韩律师啊，你们那个陈律师要能像你一样那么通情达理，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行吧，等我回去，让我秘书跟您联系。哎，好，那我走了。上台阶啊！再见。再见。喂，哎，陈国良，什么意思呀？是这上一个案子就把人家坑够了呢，还是良心发现了，以后不再干坏事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这钱串子有挣钱的机会，你干嘛要跑出去玩呢？居然还关机。说吧，去哪儿玩了呀？带哪个姑娘去的呀？不说话是吧？是不是让我猜中了？我猜中了也没必要不出声吧，装什么羞涩呀？喂，哎，你干嘛呢？我没事，你有事吗？见面说吧，啊，老地方。孙总，为了这个案子，我和陈硕律师付出了将近140万的成本，这个成本你们得承担，总不能让文律师自带盒饭还帮你们干活吧？好吧，只要有发票的，我们认。好，先前提出的那560个还不到律师代理费的50%，这个我们就不返还了。另外，您再付我们100个，咱们就算两清了。嘿，韩律师啊，你们的胃口可太大了，这个绝对不行。按照协议，您可要支付我们1300多万呢。我说过了，那个协议没法执行了。那您说该怎么办？你们拿走那560万，先打回来，成本这一块有发票的我们报销，再给你们100万。要是这么着，那咱就没法谈了。韩律师，您就不怕上法庭吗？我是律师，我会怕上法庭吗？再说，就算上了法庭，履行协议的是我们，背信弃义的是你们，你说法庭该支持谁？这么着，这560万呢，我再上董事会去争取一下。成本这一块还是那句话，有发票的我们认，协议到此为止，这可以吧？不可以，得按我说的再给100个。哎呦，韩律师，我们跟明海达成的协议，那除了已经付了的2000万之外，他们只答应再付1000万。你想想，这里头得给你们成本，再给你们100万，哎，合着我要回来的钱还得给你们30%，这协议我能执行吗？啊，哎，那好吧，那560万认可，再报销成本，是这意思吧？我还得上董事会再争取。陈无良，这几天跑哪儿疯去了啊？电话也不开机。哟，这小发型长不错呀，失恋了？失恋了？真失恋啊？跟谁啊？跟你没关系。你不是说有事吗？有事咱就快点说。
好吧，陈大湖。哦，看到了。果然是你啊，陈无良，你不是休假的吗？你哪有谁时间犯这坏呀？我没犯坏呀，我就在手机上设置了一个日期提醒，那天是追诉时效终结的日子，那我就回个帖呗。我现在才明白，那次咱们俩一块去见刘建明，他这处心积虑的想从咱这儿知道肖楠楠近况，你还多嘴多舌的跟他应和着。哎，你是不是料到就有今天啊？反正那天呢，我就看着刘建明吧，生活应该是平淡无奇的。那如果让他知道他之前欺负过的人现在过得比他要好，那他心里肯定不平衡嘛。那这样的话，他就有可能做出一些事儿呗。后来我知道老韩做他的律师，那我想我之前埋的雷应该要炸了吧，我就回了个帖圈了他一下吧。行，老谋深算，陈大狐，谢谢你啊，陈大狐狸，这次多亏有你帮忙。3个视频发给你了，你看一下。是，可以啊，你陈无良啊！我那天在前面吵架，吵得面红脖粗的，你跟我这后面偷偷录视频。这3个视频你打算怎么用？视频发你了，是你打算怎么用？2个选择，一，你可以把它发到网上，让他接受舆论的审判。那将来上了法庭之后呢，法官一定会考虑这舆论的压力嘛。你这是在动用私刑，利用舆论左右法庭裁决，我这个绝对不能同意。第2个呢？还真是个有正义感的律师。第2个呢，那你就把它交给法官呗。那法官怎么裁决，我们也控制不了。反正我是你的话，我就第1个。我得再好好想想，但是第1个我不太能接受啊。啊，随你吧，视频也发你了，你自己决定。还有事吗？你怎么那么奇怪啊，陈无良？哎，你不会是生什么病了吧？没生病。我俩还有事，我先回去。奇奇怪怪的。哎呦，刘云泽，有事问你，能实话实说吗？你问吧，我实话实说。是不是喜欢上许卓了？啊什么呀？听得不很清楚吗？问你是不是喜欢上许卓了？你们都没事儿吧？一个秋华，一个你。哎，我可是一个搞事业的女人。你们怎么就觉得我是恋爱脑是吧？看着就像。再者说了，我喜欢谁不选谁，跟谁也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吗？有关系啊。啊？咱俩好歹认识好几年了吧？那如果是朋友的话，我就得给你提个醒了。提什么醒？如果跟我猜的一样的话，你以后跟他接触，谨慎小心点。谨慎什么呀？这跟梅大梁的案子有关系。说什么呢？什么说什么呢？你不听清楚了吗？陈无良，你是不是嫉妒他？我嫉妒他什么呀？同行相轻啊！没救了，没救了，傻的紧。哎。你就承认了吧，你喜欢陈硕。不是你说陈硕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接二连三的给我拉郎配，哎，要不然你们俩都转行算了，当媒婆去了。不喜欢呀？那不喜欢为什么说他嫉妒啊？我跟你说多少遍呀，同行相轻。哦，但他那可不是同行之间的嫉妒，他那是情敌之间的嫉妒。你可别说你没看出来啊！想当一个事业型的女性，怎么就这么难呢？哎，咱以后能不能别老往感情上扯呀？就算我求你了啊，姐姐。事业女性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行行，我不说，你自己心里怎么回事，你心里清楚。我心里特清楚，你心里清楚就行。哎，对了，你刚才说
陈硕觉得许卓可能跟当年的那件事情有关系。但我觉得他一直对许卓有看法，所以说的也未必客观。不一定。许卓当年是梅先生团队的一员，他也是当事人之一，这很有可能。秋啊，你别学陈硕啊，看人不长好心眼儿。对，我们是不长好心眼，你是没长好眼睛。什么意思啊？懒得说你。哎，你说这老韩要是知道这刘建明又开了新帖了，他该怎么收拾他？就老韩这狗脾气，还不把他那计算器摁出火星子来，然后甩刘建明脸上啊？那都是他们应得的，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韩主任，今天我们来呢，就想告诉您，侵害是一直在持续的，我们已经提起刑事自诉了，并且法院已经立案了，您的当事人很快就会收到法院的传票。我手里的公证书，就是最新的证据材料。谁知道你那证据是真的假的呀？韩主任，我们给过你们机会，您要是觉得是假的，那咱们就在法庭上验证。哎，国宝，我这边有点忙，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忙，你很快就不用忙了，你要到监狱去忙了，你知道吗？不是，什么？你见不见了？做那点小生意，闲的骨头难受，是不是？你好好的跑网上贴帖子骂人家去干什么？人家现在找到了证据，已经起诉了，你就等着坐牢去吧你！烂泥扶不上墙，我就不应该帮你。不是，你这怎么贴的是？这我可不给钱啊！一会儿重新贴啊。姑父，你听我说啊，我也是闲着无聊嘛，那咱们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有什么办法？上法庭吧。这个真行。陈律师，方律师让您回来就到他那儿去。哦，哪方律这个？哎，王力宏律师。师傅，你可算回来了。哎呀，我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啊？我还给你留言了呢。可能就你惦记我吧。我就分你10%买这么多东西啊，消费主义害死人啊！哎，罗律师没跟你联系？能不能不提的？联系。哎不，我说真事儿，那个我去趟济南养老院，我觉得那个钱我得当面给他们。我去了才知道您在那儿那么出名啊，太厉害了，师傅。有什么好厉害？就捐点钱嘛，也没干什么实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吗？对了，师傅，还真有件事儿。岷山集团那边让咱把560万还回去，但是我姑姑出面了，态度特别坚决，不还。是吧？那就谢谢你姑姑。那咱下步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你姑姑不找我上去一下吧，我就上去。行。哎呀，陈硕呀，你这一走10几天，电话也不开机啊，也不跟所里联系，你真干得出来呀你？喝水。不喝了，方律师，有什么你直说。是这样啊，就是在你不在的这些天呢，岷山集团来所里交涉过好几趟，是想解除一下双方的委托协议，并且要求所里转出来的钱转回去。我回来了解了一下，岷山集团和岷海集团应该是私底下有聊吧？那他们快达成和解了是吗？所以啊，人家不需要咱们了嘛。不需要咱们了，就得解除协议。那开始签这协议是为什么呀，方律？再说了，是他们背信弃义在先，是他们先出卖了自己的律师，凭什么要解除协议啊？所以很不好意思，我不同意。我想你应该记得啊，当初他们公开招标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敢应标？就是大家都想到了，一定会有今天。这岷山集团从一开始就把律师当枪使，那一旦出现今天这种状况，怎么应对律师也早就想好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硬顶，
为什么不能硬顶啊？是他们违约在先啊。陈叔，现在呢不是生气，也不是冲动的时候，你不了解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有些事情啊，不能较真儿。如果坚持不妥协的话，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儿，谁也预料不了。所以啊，听我一句劝，咱们退一步，找他们好好谈一下，尽可能的多争取些。行，方律师，我给你面子，可以谈，但我绝不退让，除非他们给我足够的理由。行，那我安排谈判的时间，好吧？没问题，安排好了通知我就行。陈律师，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很能变通的人，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件事上不要认死理。一看您就不是特别了解我，我这人呢，有些事儿可以变通，有些事儿我绝对认死理。哎呀，你可算谈完了，来，过来，干嘛？有好事，有好事，咱俩得好好聊聊好事。哎呀，费了9牛2虎之力，嘴皮子都磨破了，才谈成现在这样的结果，怎么样？你接受吗？韩律师啊，这案子本来是我的吧？您只是所里派来协助我的，你为什么背着我跟对方谈判呢？为什么？你不在家，手机又打不通，那明山的来了好几趟，方丽红也一再找我，你让我怎么办？好，那行，那未经你同意，我自作主张跟人谈判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那我谈出这结果，你接受不接受？不接受。未经你同意，我自作主张跟人谈判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那我谈出这结果，你接受不接受？不接受。成本人家给报销，咱还得了560万，我觉得可以了。我知道你主张原来那个协议，那可能吗？人不能跟自己扛不了的事情过不去。扛得了，扛不了，扛了之后才知道。陈叔，不是，陈律师，咱们得学会识时务啊！我现在谈的这个结果，已经是在可能的前提下对咱们最有利的了。要按所里的意思，那560万就得全退回去。我谈的这个条件，我都没敢让所里知道。2鸟在林，不如1鸟在手。韩律师，我知道了，您别再跟我说这个了，这事儿我不认。还有别的事儿吗？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去，好吧？不，陈叔，你不能这样。那我该怎么样啊？你当初接这案子的时候，可是承诺了风险自担的。你现在跟明山集团这么对着干，万一出了事情，就连我都连累了。你现在就可以退出了。不，哎，你这人，我知道你一直很欣赏陈叔。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不太喜欢他。我觉得他这个人太油滑，偏偏这件事儿上，人家突然变得这么固执，这么认死理儿，真搞不明白了。你真的要劝劝他，一个案子已经挣了几百万了，所里多少人掩护他。如果他再跟明山集团闹掰了，你觉得所里有几个人会站在他这边？我是欣赏他，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固执。我只知道他能打能扛，还能挣钱，所以他想来，我就引荐了他。也不知道这回怎么了。他不管怎么说，这件案子我们所1分钱都没出，到目前为止还挣了100多万。他现在又是我们所的律师，咱们必须要挺他。肯定是要挺他的。但是我是怕呀，万一这个事情闹大了，
咱们想帮都帮不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你真得好好劝劝他。好的，陈硕，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没有必要因为这点钱跟他们死扛。到时候我跟方律会为你说话，必要的时候呢，你也要做出妥协。陶律，哎呀，还是这个瓜。哦，换了啊！好，孙总。哎呀，您好，又见面了啊！哎，陈律师一来，我马上就安排咱们会面。哦，希望把事情妥善处理好啊！一定。哎呀，兄弟，你回来了！刚回来。哎，这一回我得好好感谢你的无私帮助。不是无私，不赚钱的事儿没人干的。要不然今天也不能麻烦你特地过来聊这事儿。你看看，我这兄弟说话就是爽快啊！进去聊吧。进去聊。进去。我们集团感谢良城律师事务所，特别是陈硕律师对我们的无私帮助。我们已经派人去做锦旗了，做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啊。至于这个案子嘛，我们和明海集团达成了和解协议。这个协议内容因为有保密条款，所以我就不在这儿透露了啊。既然案子不打了嘛，那我们之间签的这个委托协议也就不能执行了。所以我今天来呢，就是来解除协议的。啊，孙总，这协议呢，不能说解除就解除啊。首先，不存在不打的问题，因为这案子已经打完了，一审胜诉了，在有效的期限之内，对方没有上诉，而且一审的判决结果已经生效了，所以所有的委托指的是你们的委托，我们全部完成了。再者，咱退一万步说啊，孙总，如果您觉得他没执行完就是没打完的话，那我要非常善意的提醒二位律师和您一下，在咱们的协议里边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如果没有乙方律师，也就是我陈硕律师的书面认同，你们明山集团是不可以私底下跟明海集团有任何形式的和解和谅解。如果违约的话，视为所有合同义务我们已经彻底完成了，你们要支付所有的律师费。那基于我刚刚说的以上2点呢，就是2个情况，要么这案子已经完了，我们完成了所有你们委托的义务，要么就是你们违约了，你们支付所有的律师费。那我就告诉你，可不是我提出来的这560万了，那就是1000多万，还要追加你们所有的滞纳金。什么想法？首先，因为案子还没有执行完，所以我们不认为委托事项已经完毕。我们来是解除委托协议，而不是办理结算的。第二点，因为贵方违反约定，私自从共管账户里违规转款，所以我们认为双方约定的那一条违约条款已经失效。我方要求贵方把私自转出的那560万再转回共管账户里，然后再来谈律师费用的问题。孙总啊，我们的律师费您是打算怎么支付呢？这个嘛，既然不要律师再打官司了，那呀肯定不能按照原来约定的支付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这样吧，这之前的一切费用，只要是有发票的，我们认，拿来报销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再给一些补偿费、辛苦费啊，也就是这样。孙总啊，如果都像你们这样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话，那还签什么合同啊？订什么契约呀？你看，我们律所完成了你们的委托，并打赢了官司，也帮你们要回了多年的欠款。你们之所以和对方能达成和解，那也是建立在这个胜诉的基础之上。所以呢，您提出这样的方案，我们没办法接受。方律师啊，这种事儿您还不了解。
有些时候我也真是没办法，人家不还钱，执行又困难，我这等着钱救企业，这个时候人家愿意坐下来谈判，那您说我这能不谈吗？你现在说这话有点晚了吧？啊，当初你们公开招标招代理人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的呀。哎呦，那要你这么说，那咱们就没法谈了。其实呢，今天我来也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我提出的方案也不是我一拍脑门就能决定的事吧。说实话，我呢，能力就这么大，能许下的也就这么多。你们要是再提别的要求，那我也实在是没法谈。那既然这样，那就别谈了呗。孙总，如果您刚才提这个方案是最后的方案的话，那这就是在逼我们签城下之盟啊，我们确实接受不了。那按你们的意思呢？咱们商量个数字。不行，我肯定不商量。这个如果是你想退让的话，那是你的想法和立场，不代表我。二律师孙总，我这人比较轴，我既然签了协议呢，就按协议办事儿。如果今天没什么事的话，我走了。哎，陈硕，我说了不谈。嗯，他这叫什么态度啊？我手底下的人要是敢对我这样，我马上让他卷铺盖滚蛋。浪费时间就是。这立场怎么这么不坚定呢？方蕊，别跟我了。为什么呀？这事儿我不会妥协，所以跟所里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僵。那你夹在我跟你姑中间，会特别为难。您是我师傅，这个案子是您带我打的，你走哪我跟哪儿。我跟你说，我姑她是有原则的，我一会儿找她说。别，你姑在她的立场上做了最正确的选择啊！别去。贾律师，把律师函给他们留下。方律师，按照我们之间的合同约定，执行回来的钱首先要打到我们的账户，然后才能进行分配。现在你们没有经过我方允许，擅自从共管账户把钱转走，这属于违规了。所以我们要求你们现在马上把钱转回到共管账户，然后咱们再谈律师费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只能法庭上见。法庭上见就法庭上见呗，就怕一上了法庭，您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那可是天下皆知了啊！到时候您怎么做生意啊？多谢赐教。走。陶正，我让你找他谈谈，你没谈啊？你不是看见了吗？人进来的时候还在谈着呢。陈硕以前啊挺圆通的，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搞不懂他。那就等着别人告他吧啊！到时候别怪所里没管他，我可是仁至义尽了。方律，不管怎么说，陈硕还是给所里挣钱了，背信弃义的是他们。至于陈硕，咱再劝劝。方律师，我觉得还是有谈的空间的。我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出的条件比今天优惠的多。优惠的多，你态度这么强硬啊？哎呀，陶正，一会儿呢，我们俩找他再谈谈。韩律师，麻烦你也做做他的工作，好不好？别当甩手掌柜，什么事儿都来靠我。进。陈硕。方律考虑。沈硕，你也看到了，方律为你的事儿啊操尽了心。你刚才那么一走，
太不给面子了。对不起，方律。其实陈硕，你恪守契约的精神，我是特别的赞同，也特别支持你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认清现实。像这个律师费啊，我想了一下，我们再约他们谈一次。虽然拿不到现在的提成，我相信可以谈一个比较好的价格。但是呢，咱得先把这笔钱转回去。首先，在这个道义上哈，咱们要站住脚，否则有可能在法律上会让我们处于一个不利的境地。你说呢？不能这样啊！方瑞，轮不到你说话。方瑞啊，你的立场呢，我特别的理解，但是我也有我的立场，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所以这笔钱，打死我都不会转回去。想好了，行吧。陈硕，让我说你什么好呢？钱没了可以再挣，你给自己惹一身麻烦，值得吗？你也别为难了，好吧，陶律，谢谢啊。方律师，我有话跟你说。别喊了，别喊，有什么话办公室说。姑姑，你姑姑什么呀，姑姑？我当初让你上他那儿干什么，你忘得一干二净是不是？马上回来，不要跟他了。这件事明明是对方违约，您在家跟我父母讨论法律的时候都是怎么说的呀？你父母是法学家，现实能用理论套吗？难道搞法律的就是理论一套，实际一套吗？你现在不要跟我提什么法律不法律，去收拾东西，到我办公室来，我再给你找一个好师傅，不准跟他了。您太让我失望了，我是不会离开我师傅的，我跟定他了。年轻人，别太情绪化，你也不问问我们为什么去找你师傅，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回去也帮我们劝劝他，别那么固执。还有，在律所不要大喊大叫，更不可以叫姑姑。忙去吧。你瞪我干什么？被气垮了。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姑姑劝你别跟着我，对吧？我要是他，我也这么劝你。你跟着我干嘛呀？跟着我，你为难，他为难，大家都为难，没必要。师傅，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着您。真的没必要，这又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不必要偏着站队嘛。我不是为了您，我是为我自己。我之前跟你说过，我不想搞法律，我就是爱玩。因为我觉得搞法律都很刻板，是非对错、黑白分明，就跟单选题一样，那都是我爸妈和我姑姑他们爱干的事儿。跟了您之后，我才发现，法条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一个律师可以有无数种角度去看待自己的当事人，也可以有无数个想法去帮助自己的当事人，是富有情调的，他不是机器人。师傅，我是为了您才下定决心好好备考的。为我呀？也是为我自己。对嘛，为你自己呀。那以后如果遇到什么状况的话，不后悔啊？我认了。等一下，虎哥，敲门。可以了。你欺负人孩子呢？别，你来。还姑欺负呢。别酝酿感情，有话直接说。我说点掏心窝子的话，不要指望所里，关键的时候他们会出卖你，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从来没指望他。现在只有我跟你站在一起，啊，你可以不用相信我的人品啊，但是你要相信有一句话，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咱们俩的利益绑在一起。没错。
我就相信这个。既然你相信这个，你就听我一句话，咱们先接受他们的条件，我去跟他们谈。为这点钱给自己惹来麻烦，不值得。你不都是复读机吗？啊！刚刚陶律师来，方律师来，现在你来说的都是一样的话，都是一样的口吻，我的态度表达的不够清楚吗？韩律师，我一直觉得咱们俩很像。我跟你不是一路人，你误会了啊！我们不一样，不是一路人。不是。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陈硕。如果你不接受我的建议，我就退出这个案子。别，老哥。你是觉得这个事儿的后果可严重是吧？谁知道呢？毕竟被对方抓住了公馆账户这个事，万一要碰到个狠人，想把陈硕往死里整，也说不定。哎呀，万一有一天，我们就会吃陈硕的瓜烙。如果让别人听见，咱们明明建了公馆账户，却耍了个花招，把自己的当事人给涮了，我们良城所是什么样的名声啊？王律师，哟，王律师的老韩。什么事？我声明一下啊，明山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我正式退出这个案子，以后发生的一切就跟我没关系了。谁说结束了？麻烦事还在后边呢。这诉讼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呀，那后面的事情，我已经向陈硕表明了我的态度，他不接受，那我和他之间就没法再合作了，所以我退出。啊，这个案子后续带来的任何利益，那都跟我没关系了。行，那你忙去吧。韩律跑得真快啊！你什么意思，唐律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和陈硕打这个官司，所里提供了一丁点的支持没有？收钱的收到挺好意思啊。黄律师，我把话撂这儿啊。这个案子，陈硕是以所里的名义接的。万一他要有什么事情，所里必须保护他。如果出卖他，别怪我不客气。哎呦，老韩，你还挺讲义气啊！现在，哎呦，我真的我头疼，我告诉你，头疼我。好了，来看看吧。醒醒！干嘛？协议拟好了，来看看吧。我睡了多久啊？你还真把我这当旅馆了啊！隔三差五过来补觉。我也纳闷呢，我在家的时候天天失眠，一来你这儿就深度睡眠。哎，你这沙发干脆卖我得了，我站着就走。你不如把我们这儿全买了。少爷，快看看吧啊！刚拟好的，现在张兰终于露面了，这一次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你看一会儿，我接个电话。喂，妈，怎么啦？律师没跟我说这事儿啊，什么意思啊？钱不是基本都追缴没收了吗？还有接待费、礼金，还有什么款项有缺口的？还差多少？70万。好，我知道了。妈，你别管了，我来办吧。
协议有问题吗？没什么问题。那你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瞎说。张兰姐那边的开价我还没凑齐，你也知道我现在已经在卖车卖房了，能不能再让我缓一阵子？好嘞。我爸判了，还剩下70多万需要上缴。我之前卖车的钱，给我爸请律师照顾我妈，已经不剩多少了。你欠的那笔款，我的提成不少的，只要你按合同把钱打过来，就可以解决我大部分的困难。你爸判了，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就告诉我，你钱什么时候能给我？瞎说，我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当个股东不行吗？我不想让我爸的事业毁了。信诚现在已经快被我大伯他们拖垮了，真要是倒台了，不光我手里的股份变成废纸，成千上万的工人们呢，他们的家庭也就全毁了。这事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可是我爸的事儿也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那你能不能先找罗律师他们帮帮忙吗？我过几天肯定就把钱给你。不行，我为什么要借钱啊？你欠我的钱是我应得的。我尽快还。我下班了，你也走了。我送你。喂，哎，陈硕，肖楠的案子要开庭了，能打成这个官司，你功不可没，来旁听吧。喂，我说的你听见了吗？我想邀请你来旁听。不好意思啊，我最近挺忙的，就不过去了。提前祝你胜诉吧，啊，先挂。来，你先玩。罗律师给打电话。没有2个。那个校园霸凌的案子快开庭了，约我去旁听去。去啊！这个他主动跑到干这儿哎，来，不去。为什么呀？没有。没有为什么，反正以后别提了。没下班呢？哦，徐老师，哎呦，还差一点就弄完了。你的案子快开庭了吧？对，不过您放心，那个我不会耽误这边工作的。我当然放心你，只是为什么也不喊我去旁听一下呢？我觉得是个小案子吧，也怕耽误您这边工作。案子没大小，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我得为你去加油打气。行了，这里你别操心了，跟你回家去忙你的案子吧。谢谢徐老师。啊，徐老师，明天开庭。加油。姑父，这场官司能打赢吗？
只能赢不能输啊！要是输我就全完了。哎，师傅，要不咱先进去吧。一会儿上法庭游戏，法官呢询问到你的时候，你再说。罗律师，哎，建明啊，给老同学打个招呼呀。小楠楠，你好。韩主任，请恪守您的职业道德，有什么话咱们法庭上说。整得挺严肃。哈哈。我们首先要回应一下对方的辩护人，被告人的行为并非您口中所称的小恶。被告人刘建明故意捏造并散播虚构的言论，贬损自诉人人格，破坏自诉人名誉，言语异常恶毒，主观恶性极深。这些小恶除了使自诉人长期在外部环境中遭受社会性死亡，更对其人格成长造成严重的恶性影响。自诉人长期噩梦缠身，变得极端的不自信，不敢参与正常的人际交往，不敢求职，不敢恋爱，不敢结婚。自诉人至今仍患有抑郁症，正是因为这些小恶，给他的一生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审判长，我们更要提出的是，这些所谓的小恶，至今仍然在这社会上、校园里时有发生。我们漠视这些小恶，使得这些恶意让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孩子成为被孤立、被愚弄、被伤害的对象。他们的将来将会跟自诉人一样，带着一生的伤痛及阴影长大成人。而那些霸凌者却仍然傲慢地认为他们的行为只是些小恶，甚至不用得到任何的惩罚。这也就是为什么时隔了10年，我们仍然要站在这个法庭上的意义。综上，被告人刘建明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罪，我们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首先，被告人承认在未成年时曾经发表过对自诉人不公的言论，并且自诉人也承认这些诽谤事实发生在10年前。请注意，是10年前。当时我的被告人并未成年，并不具备完整的认知能力。我方还要特别指出，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刚才自诉人在举证中并未充分说明好语录及其他网络言语均系被告人散播。更为重要的是，好语录及其他网络言论是否纯属捏造虚构的，自诉人自己是否真实的说过那些言论，刚才在举证中也并未证实。另外，自诉人2次退学，并患有抑郁症，完全存在其他因果关系介入的可能性，无法全部归于被告人的行为。所以说，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诽谤罪，并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后果，我方认为是不恰当的。审判长，我方手里还有3段视频证据和1段录音证据，这些证据可以证明以被告人刘建明为首，当年参与霸凌的同学们，现如今仍然作为施暴者进行无端的诽谤，对自诉人肖楠楠女士的伤害仍然在持续中。我方请求把这几段视频和录音列为新的证据，代理人要求当庭播放上述视频。审判长，该证据并未在证据清单中列出，也并未在对方提供的证据目录中体现，这完全是证据突袭行为，我方拒绝对此进行质证，并要求不得将此作为证据使用。审判长，这些证据呢，确实是我们刚刚取得到的，
但我们并非是有意要留到当庭提交的。视频可以剪辑，录音也可以合成。我们这些视频和录音都是未经过处理的，但是它的真实性还没有得到确认。是否真实，一看便知。注意法庭纪律。允许自诉人播放。你就回去跟他说，哎，我见他一次我扇他一次，我见他一次我吐他一次，真是矫情。王女士，你说话放尊重一点行吗？你曾经霸凌我的当事人肖楠楠，最终造成他严重的精神创伤，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痊愈。而他呢，他只想要您一个道歉而已。我给他道歉，谁给我道歉啊？是他自己不自爱发自拍，哎，勾引人，他还不让人说啊？还有你刚刚说什么霸凌，我可不认啊！你要是再这么胡说，我告你诽谤！视频上的这个人呢，叫王娜娜。当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拒绝道歉，并且再次对我方当事人肖楠女士进行言语上的侮辱，并且扬言要报复肖女士。王娜娜是谁？是本案的被告人吗？用一个跟本案无关的视频，能够作为证据吗？审判长，是否可以播放第二段视频？谢谢。我没记错的话，他家是京北的吧？他还在京北？现在还在京北呢，成为了一名平面设计师。这不光有一个爱的男朋友，关键是男朋友特别厉害。他成平面设计师了？生活特别幸福。肖楠女士的诉求您怎么想呀？哎，你刚刚说她男朋友，她还没结婚？没有吧？你也知道，现在有些女孩不想那么早结婚，那就跟男朋友处着呗，幸福甜蜜，永远像谈恋爱一样。关于道歉的事儿，您怎么想？道什么歉？您是当年贴吧吧主啊，您发的那些帖子不应该道歉吗？我凭什么道歉呢？哎，当时发帖的人多了，你怎么不去找他们？想让我道歉，门儿也没有。视频里说话的就是被告人刘建民，我们可以在视频里清楚地看到，他不仅对他在网上的行为不以为然，拒绝向我方当事人进行道歉，还蓄意打听我方当事人的近况，给我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困扰。拒绝当面道歉并不构成犯罪，打听自诉人的住址，也许是为了登门道歉。你这个孩子我真教不了，一个人拖全班后腿，就这成绩啊，还没人零头多。去年我就让你去医院开一个孩子智力低下的证明，我看他呀就是猪脑子。你曾经霸凌自己的同学，现在又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这么些年了，您一点长进都没有。就您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当老师呢？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开了我呀？那个肖楠楠就是个蠢货，想起那装纯的样子我就觉得恶心。当年我是骂他的，因为他活该。方老师，您就不怕被起诉吗？你吓唬谁呢？没事，赶紧走，烦死了。最后一段视频的人叫方仁美，她是一名小学老师，如今为人师表的她理应证实自己当年的错误，但是很遗憾，她当时正在当着一位学生家长的面辱骂着这位学生。当我们提到肖楠楠的时候，她也没有丝毫的悔意，进一步的对我方当事人肖楠楠进行了诽谤和侮辱，而且方仁美对肖楠楠的霸凌至今仍然在持续，就在下面一段录音里。侯姐，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矫情呢？是你的律师告诉我啊，撺掇着我的学生家长叫我去告我。现在好了，得向你给我指责，要开除我。那个律师呢？叫他给我出来！曹你咋这么贱啊？你把孩子吃的好撑的，我是和你开几句玩笑，你还矫情开了？你这种贱人就该收拾。审判长，我方要特别提示一下，刚才这段录音当中，方仁美口中的好女，就是她对肖楠楠女士起的侮辱性的称号。那这段录音呢，就发生在前不久，在我方律师对她提出道歉请求后，她继续出言侮辱、霸凌我的当事人。肃静。自诉人、被告人，你们双方是否接受调解？
如果他愿意当庭道歉，并且把道歉文发在网络上，你愿意接受他的道歉吗？姑父，要不咱们调解吧？求你点出息！诽谤罪是那么好认证的，你要是认了，你就得发表道歉信发到网上去。你要是写了，那咱这个关系就算输了。官司打输了会怎么样啊？师傅输给徒弟，你说会怎么样啊？我没说您，我是说我会怎么样？我是不是会坐牢啊？哎呀，姑父啊，我同意调解。哎，只要我不坐牢，我给他下跪道歉。有你点出息！哎呀，姑父啊，法官，我同意调解，我愿意给他赔礼道歉。法官，我不同意调解，我要求对方承担应有的惩罚。鉴于自诉人无调解意愿，本庭不再组织调解，本案择期宣判。本庭休庭后至判决宣告前，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自诉人可以撤回自诉，并将和解协议提交法院。休庭。这个固定资产账面的金额跟这个总资产，姐，哎，姐，判决下来了，真的啊？怎么样？诽谤罪成立，拘役3个月。天哪，太好了！你看，哎，夏叔，你赶紧去通知肖楠去。对了，再起草几份律师函，发给那些我们找过但是拒绝道歉的人。好，胜诉啦！居然真的胜诉了。怎么样？我们让小娥受到了惩罚。走过，刘先生。行了行了，都别吵了。罗姐、邱姐，肖女士和杨先生来了。罗律师、邱律师，我们来给大家发喜糖了。啊，真好！这要结婚了，这是我们的喜糖，恭喜恭喜啊！谢谢。哎呀，谢谢小雨。楠楠终于答应我的求婚了，不过还是不同意举行婚礼。我们打算出国旅行一趟，就算结婚了。恭喜你们！不过以后如果要办婚礼的话，一定要叫上我们。说不定我们出国旅行一趟回来，楠楠就改变主意了呢。真的特别感谢3位律师，给了我很多帮助。应该的。这是英华。小楠楠子。各位律师，律师函我们已经接到了。小楠楠，对不起，我们当年的行为伤害了你，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儿，你就原谅我们吧。我们正式向你道歉。